曾小雅的话，战月无从反驳，因为事实如此。他家里长辈是说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娶个门当户对的，但奶奶给他的哥哥们挑好的对象，全都是豪门千金、女强人。用曾小雅的话说，就是他大嫂都是豪门世家的后人。如今海玲姐回归本家，接管了凤氏家族的一切，成了凤家的家主，成了大嫂的娘家靠山。谁还敢说大嫂配不起大哥的？好一会儿，战月说道：“反正我爸妈不挑剔，只要我喜欢就行。我和我弟弟属于最小的了，联姻什么都轮不到我们去联姻，可以自由选择。你爸妈是那样说的，万一你真找了一个家里条件很差的，你爸妈真能同意你和他吗？”战月说道：“只要对方人品好，拎得清，我爸妈就不会有意见。有钱没钱不重要，我家里足够富贵了，不需要我再去联姻。况且他喜欢的他也很好呀，与他般配的很。”曾小雅笑笑说道：“你现在还没有恋爱，没有女朋友，你爸妈催婚催得急，就那样说的。等到你真的恋爱，有了女朋友，对方条件又不好，你爸妈就不是那样说的了。人都是那样，没有的时候就说等有了就好，真拥有了又想要更好的、更多的。人心是不足的，总会生出更多的野心，更大的贪念。现在说说的确没有用，等我以后恋爱了，带我女朋友回来见家长，家长的反应就绝对是真实的了，我女朋友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。”战月也知道现在和曾小雅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，时机成熟了，他正是以他女朋友的身份跟他回来见家长，他才会相信他的爸妈真的不会挑剔他。他看得出来父母对曾小雅很满意，奶奶和大伯他们也没有话说，也是总要做到了那一步才知道是不是。曾小雅停下来，拿出手机拍了一下路边的景，然后才跟着走，说道：“今天我发圈9宫格都放不下。”战月笑：“多发几次9宫格就行了。山庄外面的景你随便发，山庄里面的照片你设置只有亲人可见就行了，我们家不喜欢让外人随意窥探。”曾小雅理解地道：“理解的，谁都不喜欢随便让外人窥探，就是我万盛花园的房子，我拍照发朋友圈的时候都会设置成只有亲人可见，朋友和同学他都评了，他的亲人他知道大家的人品如何，也知道大家名下都有房子，他才敢让亲人都能看到，否则他也要适当屏蔽部分人，怕别人嫉妒。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。他听一个同事说，同事买了房子，装修好后发了几张装修好的房子相片在朋友圈，没有屏蔽任何人，只要是列表好友都能看到。结果同事的最好闺蜜以及几个亲戚嫉妒的不得了，说了不好的话或者不搭理他，说不好的事发到朋友圈就很多人点赞，好事发到朋友圈点赞的人会少很多，因为很多人会嫉妒他，见不得他好。的确是有很多人会有那样的心理，嫌你穷，恨你有。来过我们家玩的人都知道这一点，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。战月怕曾小雅误会，又解释了几句。战月，我没有不爽，也没有误会，你别紧张。曾小雅笑道：“我是真的理解的，谁都想保护好自己的小天地，更何况是首富家，他们家更不喜欢发圈。一是不想让人窥探他们的生活环境，二是怕别人说他们炫富。他认识战月这么长时间，互加了好友后，他就很少看到战月发朋友圈，就算发也只是发几句话，不会发图片。两个人边聊天边走下山的路，倒是不觉得有多远。等战月注意力拉回来时，发现他们已经走到了花田前，花田旁边建有赏花亭，两人先步入赏花亭，曾小雅不停拍照，都没空和战月聊天了。之后战月又带他直接进入花海，帮他拍了几张他被花海包围的相片，这些花剪下来扎成一束花就更好看了。
不过要扎成大树的，999朵这样的数字会很好看。曾小雅笑道：“999朵玫瑰花，一个人都抱不了，99朵都很大树了，更不要说999朵。”战月想，他向他表白的时候，他就从家里的花田剪下999朵红玫瑰，然后用车子运过去。走，我带你去果山上摘果子。曾小雅没有拒绝，跟着他去了果山。一座山划分好几个区，每个区种植的水果都不一样。虽说都是本地的一些时令水果，但成片成片的打理得很好，每棵树上硕果累累，看着就喜人。曾小雅说仅是看着，她就像吃了很多很多似的。战月问过果山的管理人员，知道哪片区的进来没有打药，可以采摘，才带着曾小雅去摘果子吃。两个人在树底下吃了好几个。曾小雅说道：“我是第一次在果树下吃新鲜摘下来的果子，你们家种的这些橙子、橘子好甜，夏天水果更多，有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杨桃等。反正管城的时令水果，这几座果山上都种有，一年四季都有时令水果供应我们家的那些酒店。公司的下午茶点也需要很多水果，全靠着这几座果山供应。如果没有自己种有时令水果，公司需要的下午茶点水果，以及所有酒店需要用到的水果，采购都是一大笔的钱，自己种的也会记账，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只需要收回点成本以及人工钱就行。整体账本来看，还是节省了很多钱的。最主要是自己家的果山供应的水果，保证新鲜，吃的也放心。打的药没有那么多，毕竟主家也要尝尝鲜的。战家人吃的是有很多高档的水果，但自己家里种的他们也会吃，所以对果园的管理也很严。明年夏天我厚着脸皮跟你回家，摘些新鲜的荔枝龙眼吃，我很喜欢吃荔枝，每年都会买不少来吃，有时候果子少，特别贵，我也要买上几斤回来尝尝味道。战月笑道：“只要你喜欢吃，保管让你吃到饱，不要钱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吃完了再摘点带回去给你家里人尝尝鲜。”曾小雅也不跟他客气，那我先厚着脸皮跟你说好了，明年夏季就来你家里摘荔枝。好。战月拿了2个果篮，递了1个果篮给曾小雅，现在就给你摘2篮果子带回去吃。曾小雅笑道：“我这是又吃又拿了，又不值什么钱，你不嫌弃就好，你不吃不拿。我奶奶还要生气呢，怕你嫌弃我家种的果子不好吃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”2个人摘了2大篮的果子，战月让人帮忙送回山庄里去。结果老太太看到2人只摘了2篮，就说战月太小气，摘那么少，要让战月再去摘几篮给小雅拉回去。曾小雅和二婶连连说够了，2篮就够了。他们家在家的人少，摘得太多也吃不完，会浪费掉。在曾小雅好一顿劝阻之下，老太太才放弃，没有再让战月去摘果子。战月对曾小雅说道：“看到了吧？都说叫你多摘点了，你不肯多摘点，害我被奶奶骂小气了。我哪里会小气啊？只要你们喜欢吃，我随时能摘上好几篮送过去给你们。”曾小雅笑。曾家人在山庄里用完了晚饭，老太太才肯放行，还交代战月送曾小雅等人回去。曾小雅连忙拒绝，她说道：“战奶奶，我自己开着车来的，我们就3个人，1辆车完全可以坐得下，不用战月再送我们。战月送我们回去又要倒回来，这样一来一回跑，太费时间了。难得周末，就让战月在家里好好休息。”老太太和三太太都说，让战月送你们回去，就留在市里的房子住下也是可以的，又不是非要他在老宅过周末。曾小雅还是坚决拒绝。老太太等人无奈，只得由着曾小雅自己开车带着二婶他们回去。三太太又在家里拿了很多营养品，
硬是将曾小雅的车尾箱塞得满满当当的。曾小雅很不好意思，她过来时是空着手来的，因为没有打算来拜访，本是自驾游的。战月说距离近了，想带她过来看看，临时决定来，就没有准备好礼物，她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战家还给那么多东西，她带回去，她拗不过三太太等人，最后离开悠悠山庄时，不仅是车尾箱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车后座的空位置也堆满了。曾小雅的小堂弟时不时就看看堆满座的各种营养品，以及一些护肤品，对开着车的姐姐说道：“姐，感觉我们是来搬家的。战奶奶塞给我们的各种补品，我看了牌子，比咱们诊所里进的货还要好很多。曾家诊所是给人看病卖药的，但也会卖一些营养保健品，就是主要不是卖这些。”二婶说道：“肯定会比我们诊所里的好。你战大哥家里是首富，千亿豪门呀，咱们曾家几代人努力几辈子都挣不到战家那么大的一份家产。你看人家的老宅是一座山庄，我们就随便逛了一点地方，都走得脚底生痛。不过战大哥家里人很好，不管是长辈还是平辈都很好。小堂弟虽说还是个高中生，看人的眼光还不错，也能感受得到战家人是真心对他们好，还是出于客气。”二婶笑道：“那倒是，没有摆架子，很好相处。”他又看着曾小雅问侄女：“战月有跟你说什么吗？”“说了很多呀。”“我是指他有没有向你表白？”曾小雅飞快看一眼二婶，又专注地开车，说道：“二婶，我在开车呢，你别吓我哈，咱们三个人的小命都握在我的方向盘上，你让我安安心心的开车，别说那些会吓到我的话。我知道二婶很喜欢战月，我也没有说她不好，她的一举一动刷新了我对豪门少爷的认知，但我和她只是朋友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她对谁都是温和有礼，并非只对我这般温和的。再有，二婶也看到了吧，她家里的富有不是我们相像得到的，我们家是不错。二婶刚才也说了，咱们曾家几代人努力一辈子都挣不到战家这么大的家业。说实话的，之前我的确有点想法的，想着战月若是对我有意思，我会考虑和他试着来往。今天之后，我彻底死了心。两家差距太大了，那不仅仅是一条沟，那是一条大江，我坐船都难渡过去，更不要说是跨过去了。还是和他们做朋友吧，做朋友就挺好的，不奢望其他。就算战月向他表白，他都会拒绝，不敢去尝试，害怕自己是战家长辈唯一一个拒于门外的真正的灰姑娘。二婶想了想后说道：“到时候再说吧，我建议你们顺其自然。虽说两家现实差距大了点儿，只要他们不会区别对待你，对你是真心的好，二婶觉得你可以大胆地跨出那一步。二婶相信战月，也相信他的父母是真的喜欢你。”小堂弟也说道：“姐，我觉得是顺其自然的好。战大哥对你这么好，战奶奶大家都对你对我们都很好，可不是单纯的朋友呢。战大哥还没有表白，可能是担心你会拒绝。你看他都还没有表白，你就先说了放弃，他哪敢轻易表白呀？咱们家是不如战大哥家里，但我觉得咱们家也很好呀，我姐又不比战大哥差，你们俩郎才女貌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”二婶说道：“就是二婶都和战家长辈掏了底的，战家长辈怎么看待战月和小雅两人，二婶现在清清楚楚。小堂弟没有出去玩，在屋里待着，长辈们聊了什么他都听到了，只是战大哥还没有表白，他们就不好明着说什么，知道战家是真心的就可以了。”曾小雅说道：“二婶，是不是我和战月去摘果子的时候，你们说了什么？怎么你俩都和我说这些？”二婶笑道：“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互相了解一下家庭情况而已。”